有人在这教程里挂过机吗？你在这儿并不孤单。如果仔细听，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脚步声，墙里、窗子外，有时甚至就在你的旁边。如果你在第一个房间等得足够久，别的什么东西就会把楼下搞得一团糟。它的力量甚至大到能把桌子掀翻。机缘巧合下，我看到了它，整个身子都试图躲在我的身后，躲在角落和门后。这是我录像里最清晰的照片。以上是我在游戏社区发现的一篇贴文。教程里的怪物究竟是什么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惊人。玩家们对这游戏里出现的实体分了类，其中有一类叫做 Forbidden 禁忌。这类实体要么极难被注意到，要么触发条件极为苛刻，并且个个都充满了作者的小巧思。教程里的诡异实体就包含在其中。视频开头的贴文提到的诡异现象其实是由2个实体触发的，一个叫做影珠，仅会在教程的第一个房间随机出现1帧，视频里拍到的就是它。另一个叫做水中行者，它会在所有模式里随机生成在游戏中，其本体不可见，会趁你不在把东西弄乱，大多数时候你只会听到溅起的水花声，朝那儿看去，它就会立刻消失，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。这种设计就很高明了，你可能都注意不到它们留下的痕迹，但下意识就会莫名感到不安。像这种诡异的禁忌实体，游戏里起码还有20个。为什么我说起码呢？那是因为这个游戏 Wiki 对实体和事件的记录靠的全是玩家的目击报告，社区氛围就跟讨论都市怪谈一样，除了作者，没人知道这游戏里到底有多少东西。你自己游玩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遇到上网查都查不到的存在。看到这里，想必你也开始对这个游戏感到好奇了。这里是新人 UP 主01，今天让我来分享这款你没见过的宝藏恐怖游戏《虚空之声》。虚空之声是一款具有生存模拟要素的工作模拟器。在这款游戏中，你将只身一人搬进阿尔卑斯山中的信号接收基地，接收处理太空信号，进行各种日常工作，以及所有设施的维护。你也可以享受日常生活，清洁装点你的家，甚至还能自己上传视频，在游戏里看电视。这时候观众就得说了，不是 UP， 这跟你开头说的是一个游戏吗？这玩法恐怖在哪儿了？上班就够恐怖了是吧？那当然不是了。不过你就不好奇为什么这么大一片基地就主角一个人工作吗？让我先把时间倒回到刚来这里的第1天吧。午夜，我拖着行李箱赶到了基地外围，顺着路牌的指引，我找到了这个新家。整个基地漆黑一片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里面垃圾满地，污秽不堪，角落里还都是诡异的人体模型，地下室更是有一股难言的恐怖氛围。只要你用心的话，更是能在其中找到不少的尸体。显然在你之前的工作人员都遭遇了不测，在你的游戏过程中，可能会因为偌大的森林只有你一个人而感到不安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你在这里并不孤独。先来介绍一下游戏的基础玩法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。中间这台大型计算机就是你主要操作的设备，你可以用中间的电脑进行网购等操作，旁边4台机器分别能探索信号、下载信号、播放信号、加工信号。这款游戏致力于拟真，许多操作都很细致。如果我想给我的计算机安装升级模块，就得先把电断了，再用扳手把面板卸下来。不是，这儿怎么卸不下来啊？何意味着？没错，陪伴我日常工作的机器里也藏着一具尸体。很显然，这个地方藏着不少秘密。这就是虚空之声精彩的地方，你会在看似普通的游玩过程中遇到恐怖事件，而这些都是随机发生的。不同的人玩，经历的事情也不同，你不会知道那些东西会在什么时候，又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在你身边。这游戏的随机事件也不像某些游戏重复又粗制滥造。游戏的主线目前有48天，你在这48天的游玩里，甚至很难分清主线和随机事件的区别。举个亲身例子，还记得那些人偶吧？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基地里所有的人偶都消失不见了。
本来我还挺高兴的，这些人偶看着都很瘆人，不见了也好。结果后来有一天，在我日常工作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下小小的开门声。我以为听错了，没有在意，结果他就站在那里。感到害怕的我立即把人偶劈成了碎片，但我忘了基地里原先可是有很多人偶的。后来我睡觉时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挡住了摄像机，我起床到阳台一看，发现一个人偶就在那个位置看着我，于是我把它扔进焚化炉里，被点燃后，它直接当着我的面开始移动，钻出焚化炉攻击我。之后我在野外意外找到了这些失踪的人偶，好巧不巧，刚好就有2个支架是空的，但剩下的人偶数量却没有原先多，所以我只能忍受不时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找上我，而这也不过是游戏中一个普通的随机事件罢了。这游戏还有一个更狠的设计，在你遇到事件的时候，会触发名叫 Meta 偏执的状态。事件结束之前，你将不能入睡，存档会出现错误提示，暂停界面也不能暂停时间，并且你不能退出游戏。就想象一下，半夜基地突然断电了，你从睡梦中惊醒，不让暂停，不让接着睡。好了，现在你去找找是什么东西把你电闸拉了吧。说实话，这个点子我在小时候幻想过，我是真没想到真有作者做了这么个缺德机制出来。这个游戏真的会让你在各个意想不到的环节遇到异常，下载到诡异的太空信号，睡觉可能会做噩梦，蟑螂偷吃食物变得超他妈大，树跟路灯会自己偷偷移动位置，雷达更是每天都能扫到森林里有不同东西游荡。这时候你可能就感叹这游戏简直不是人玩的啊，但这作者其实很聪明，游戏里还有很多温馨的地方，各种旁支系统能让你进行闲暇娱乐消磨时间，你可以种植作物自给自足，你可以用各式厨具制作大餐，你甚至可以组装矿机给自己挖数字货币。有时候遇到事件都显得有些幽默。哪怕是森林里出现的实体，也有一部分友善的存在。在游戏前期，你能扫描到一个信号，看着像是一艘外星飞船，下载加工后，你就能听到这段内容。在这之后，你就会频繁地和这个种族打交道，为此他们还有游戏内独一的好感度系统，你要是跟他们敌对，他们就会搞破坏，什么炸弹陷阱、食物下毒都能干出来，而你要是与他们交好，他们就会持续给你送礼物，偷偷修你的车什么的。不过他们本身就喜欢搞事，哪怕好感度高，也会给你搞恶作剧。有一次他们甚至不小心把太阳变成了黑洞，完事之后还给你发邮件道歉，说实话还是挺可爱的。这些外星人一直穿着隐身服，偷了张海报，我才知道他们的样子。我说为啥喜欢恶作剧呢？原来是太空哈基米啊！所以你在遇到隐形的生物时不用怕，大概率是这些哈基米。类似的友善实体还有一部分，你可以购买一个可爱的助手机器人，它能辅助进行简单的工作。在完成隐藏内容后，你还可以把它升级成人形，也就是说随着游戏进行，你虽然会遇到越来越诡异的事件，但你的同伴其实也是在增多的，这样也冲淡了游戏的许多压力。但也不是说这游戏玩到后面就完全不恐怖了，一般恐怖游戏你越玩到后面越不害怕，游戏的套路在被你摸清之后，恐怖程度就会直线下降，因为你已经学会如何应对那些东西了。但你很难摸清虚空之声的套路，你遇到的有可能小到只是路边摆放的物件，也可能大到毁灭整个世界。
有一次我下载到了一个特别的信号，它的声谱图竟然组成了一个红色的骷髅头，文本显示终结将至。这时候游戏提示我立即删除这个信号的所有副本，否则地球就会毁灭。我就把这个磁带拿到外面砸坏了，但显然我哪里做错了。在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了的时候，突然一切都结束了。之后出现了结局动画，主角身亡，而地球也已经被转化成了另一种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我扫描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，它十分强大，光是发送信号就能复制传播自己，而我就让它有了可乘之机。接下来我读档重试了几次，都失败了。到了最后，我已经疯魔了。我把所有磁带里的信息销毁，再挨个把它们劈得粉碎，然后删掉电脑里保存的所有文件。最终我成功了。这段我真的是相当有沉浸感，因为差一点我的存档就要跟地球一起毁灭了。游戏里这样有设计的信号事件也不止这一个，我还遇到过一个更诡异的东西。这次我外出回来，发现下载的信号图像很奇怪，那是我基地的空中俯视图。我接连收到各种信号，每一个图像都离我越来越近。下一个信号是我办公室窗外的实时影像，我看向对应的位置，那里却什么都没有。再下一个，直接就是我身后的影像，但检查后依旧空无一物。再下一个，影像还没解码出来呢，游戏就突兀地提醒我不要看柜子里面。转头一看，一个柜子就在我的身后静静地摆着。影像解码后，我发现它果然就在柜子里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来到柜子前，打开。游戏崩溃了，我重新打开游戏，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有时候各种巧合一起发生，就感觉像被游戏玩了一样。地图的西北角有一个洞穴，白天关闭，而到了晚上则会有东西从里面出来。为了观察它，我在洞穴附近安了摄像头，确实能拍到它。一天半夜，我发现有人把我的摄像头关掉了，我就驱车赶过去重新启动。这段路上我什么都没遇到，但等我回来，就发现我的助手机器人科菲尔不见了，有人趁我不在把它偷走了。看雷达定位，发现它就在不远处。我赶过去，发现科菲尔倒在一旁，电量变为了66.6，而它旁边埋着另一个像是科菲尔的东西。我把它挖了出来，发现它破损不堪，沾满了血污。没错，我意外开启了场 BOSS 战。这个废弃的科菲尔用自己原先的工具试图杀死我。击倒之后，我发现它里面满是血肉。然后它又启动了，动作更快更狂乱。不过我依旧打赢了，毛了点它掉落的垃圾。我刚准备检查，没错，它就又启动了。现在的科菲尔鲜血四溢，速度比我还快。慢慢我的伤口越来越多，连跑都跑不了了。但我拼命战胜了它，科菲尔炸成了一堆碎块，掉落了一个欧米伽智能核心。而我拖着残破的身躯回到基地，找药品疗伤。这游戏基地之外也满是可探索内容，在升级助手机器人帮你工作后，你就会有很多空余时间来探索外界。除了刚刚提到的洞穴，你也能找到游戏隐藏的其他秘密，
你可以进行各种神秘的仪式。西方人认为凌晨3点到4点是不祥的时间段，许多仪式需要在这个时间进行。你也会在这个时间段遇到各种诡异事件。但说实话，这些都不够神秘。你有没有觉得某些游戏的边界之外很恐怖？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世界的边境之地和虚空非常诡异，越界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恐怖感。于是我开始探索虚空之声的边界。游戏里边界分为2部分，第一个是包围整个地图的围栏，虽然上面有层空气墙，但用钩子就能越过。第一层边界之外放眼望去只有树林，但作者依旧在这里藏了一点东西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第2层边界。第2层边界类似我的世界的屏障方块，高度无限，很显然你无法越过，但这并不代表外界空无一物。除去平常在地图内就能看见的瞭望塔，用钩子爬到屏障高处，可以看到外面确实有些奇怪的建筑。那该怎么出去呢？在我玩的版本有个 bug， 有一个解谜原本要求用钩子取出一个门禁卡，但出了 bug 勾不到。我就从网上找到了一个穿墙 bug， 在玩家倒下时头顶住障碍物，手上阅读纸条就能穿墙。不过游戏有可能识别到这种操作，然后把你扔进大牢里，所以提前存档是有必要的。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能穿越第2层边界了，一出去你就会立即触发 meta 偏执状态。这次情况更严重，暂停界面你连进都进不去。出界之后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气氛依旧诡异。我找到了看守基地的瞭望塔，只是简单的低边模型，而更深处的楼梯只有一个简单的涂鸦，似乎还缺些什么。然后我就开始返程。突然游戏崩溃，这次不一样的是，在游戏崩溃之前，画面卡死了几秒，或者说冻结了。事实上，在出界之后，游戏必定会在某个时刻崩溃。有时候刚出界，游戏就停止运行，有时候又要很久，不知道触发条件究竟是什么。但不久之后，我就看到了它。我突然看到眼前有一道长的诡异的影子，但在我回头看清他是谁之前，画面又冻结住了，然后游戏崩溃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越界之后，游戏就会立即放出这个实体来追捕你，但直到他真正到你身边之前，你都看不到他。原先我以为崩溃单纯是随机触发，现在我知道是有东西在追我之后，边界外一下子就不空荡荡了。接下来我出去探索的时候，总担心不小心撞上他，也不太敢在同一个地方逗留了，因此之后我也就再也不去探索边界了。哦对了，这游戏还有防沉迷系统呢，随着单次游玩时间增长，也会有实体因此过来找上你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虚空之声做不到的。就哪怕你卡进墙里了，它都给你做了个相应的后视地图，让你迷失其中。甚至于你卡进后视的时候，还会有小概率进入一个更诡异的地方，这里就不展开说了。综上，虚空之声是一个精良的反套路心理恐怖游戏，绝对能给你带来难忘的游戏体验。实际上为了减少剧透，视频里大部分内容都只是我遇到的一些随机事件，相当一部分主线和秘密我都没有在视频里提及，毕竟自己上手玩体验才是最好的嘛。视频看到这儿，你可能有了游玩的兴趣。关于这点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虚空之声是完全免费的，你可以在游戏网站直接下载游玩，链接我会贴到评论区。坏消息是虚空之声仍处于 Pre-Alpha 阶段，虽然游戏内容很丰富，但终究没有完成，玩起来节奏稍慢。如果你玩的时候觉得无聊了，那可以在雷达扫出东西的时候多去探索一下，最糟也就是一死嘛。以及虚空之声的中文翻译并不完全，教程和提示更是一点没翻。游戏系统本身就已经很庞杂了，如果你要玩，最好找几个站内视频看一看。OK， 感谢你看到这里，这是我第一个视频，
喜欢的话可以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以后会推荐更多宝藏游戏。如果觉得视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，也欢迎在弹幕评论区留言提出建议。依旧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